短短半天，勇士基地就被炸得面目全非。三金打给鸽派的科勒姆，科勒姆先生，我们的勇士基地被麦维尔炸了，用的是火箭弹，而这批火箭弹是你们提供的。神话先生，我们……你先别着急，我没说找你们的麻烦。感谢神话先生，我们也没想到麦维尔竟然真的开战了。您有什么需要尽管说，我们跟您站在一起。你该知道，我们拥有12架武装直升机，结果被你们提供的火箭弹全部摧毁，所以找你们借24架武装直升机不过分吧？24架，很过分吗？没问题。很好。对了，是你们提供的白磷弹吗？白磷弹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轰炸中出现了白磷弹，刚好被拍了下来。1天后，三金发出讨伐檄文，佣兵工会悍然向勇士基地发射火箭弹，造成上千无辜平民死亡。麦维尔压榨雇佣兵，抽成比例高达50%，扰乱世界和平，主动发起战争，使用白磷弹，违背人道精神。北极湖营地团长蓝狐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猫腻。麦威尔完蛋了，白磷弹不是他发射的。老大，我们该怎么做？顺势而为，向外界宣布北极湖参战，讨伐麦威尔恐怖武装。一时激起千层浪。蓝狐、圣骑士、上帝几个顶级佣兵团将近2万佣兵于 H 国边境处集结。三金一次性投运了250吨的食物跟药品，足够佣兵们5天的消耗。好恐怖的神话！我服了，彻底服了。你们看，是武装战斗机。2架战斗机的出现，让所有人看到了胜利的希望。数十辆坦克从山里驶来，补足了陆地的战斗力。看到三金的部署，西方国家都懵了。我本以为就是一场战斗，可现在看到的分明是一场针对 H 国的战争行为。三金依旧留在非南，遥控指挥部署。神话，你在发动对 H 国的战争吗？快停下来，否则谁也救不了你。你在非洲打谁都行，但只能是战斗，不能是战争。难道你不能温柔点去颠覆政权吗？你的战斗力会让很多国家感觉到不安。我没有要打 H 国的意思，而是接受了雇佣任务。H 国部长很快就会成为总统，在他宣誓任职之后，任务就会启动。你已经颠覆了，差不多吧，我懂规矩。宝贝，我们只剩6小时了，你要努力了。晚上10点，三金飞往前线。麦威尔绝望了，他从没想过三金的实力如此强大。神话早就预谋开战了，否则不会杀我儿子，也不会在短时间之内完成如此庞大的物资人员集结。我真是荣幸啊，竟然配得上一场大规模战争。麦威尔会长，他的目标根本不是你，咱们只是他的道具。这些国家有什么反应？反应很大，但没什么用。神话得到了许多财团的支持。他这是在作死，做出这种疯狂的举动，他还指望那些国家放过他吗？就算把我灭掉了，他最终也难逃一死。不好了，政权交替了 ，H 国部长已经成功发动政变，宣誓成为新的总统，并且他们雇佣了勇士基地，将对这里的叛军实施清剿。闻言，麦威尔瘫坐在地上，面如死灰。怎么可能？神话的胆子未免太大了，他真的不怕世界对他实施清剿吗？黑夜中，3颗信号弹冉冉升起，代表着三金对 H 国进攻的开始。城市被火箭弹照亮，到处都是爆炸，到处都是火焰，防空警报凄厉刺耳，伴随着武装直升机巨大的嗡鸣声，持续倾泻火力。黎明时分，坦克进入城市，不到1个上午就占据了半边城池。老大，值得吗？就算把裤衩子卖掉，我也得这样打。不打这一场，我们怎能把非洲牢牢掌控在手中？又怎么把勇士基地做成雇佣兵的圣殿？这硬打的一仗，让三金负债累累。2/3的城市丢掉，让叛军被压缩至东面，眼下只有巷战了。是的，但他们会给巷战的机会吗？对方的火力配备超过整个 H 国，别说这个城市了，就算打下全国也不是难事。那能怎么样？已经到这个地步，没有别的法子了。坦普将军，你现在已被定义为叛军，根本没人来救你，我们只有突围出去才有一线生机。城市西面，数万佣兵们原地待命，他们一发子弹都没打出去。到底打还是不打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上去？这是打仗吗？我们是来讨伐经纪人的，不是在这里混吃等死的。神话真是太恐怖了，这场战争的花费超过很多大规模战争，真不知道能不能赚回来。肯定赚不回来，据说已经花费了3000亿刀，就为了打这么个城市，简直浪费。所以这就是神话的恐怖，它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收回成本，而是要将非洲大大小小的雇佣兵乃至各地的武装组织统一起来。您的意思是把所有人赶到公路上，然后一网打尽？我是为了让他们投降，而不是杀光，不能让外界认为咱们是刽子手。我们花费了几千亿刀打这场仗，但 H 国的资源并不丰富，这是亏本买卖。亏吗？把钱财散出去，人就来了。人来了还怕没钱赚？我要让全世界看到勇士基地的号召力。等结束之后，我们的货会多到数不过来的。三金，我查了账，有1500亿的缺口，钱在那。稍安勿躁，我总得迎娶玛格丽，这一切都需要钱。债是我在背。没错，我们是一家人，难道我不会帮你还债吗？三金对外宣称打了3000亿刀，但具体打了多少，只有他自己清楚。被围困了3天，叛军们快支撑不住了。麦威尔，有把握吗？
只要我们速度足够快，就可以从公路完成撤离。妈的，他们有制空力量，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起码还有一线生机。但你下面的那2万战士撑不过3天的，到了那时候，你觉得他们是选择哗变，还是把你我的人头取下来投降？我是战士，选择血战到底。围困3天之后，叛军疯狂向西冲来，而三金则是选择了战术性撤退。同时，三金接到了安东尼奥的电话。神哈，你得放弃，你可以把它当成警告，但必须得结束这场战争，否则，否则怎样？请你们密切监测萨哈沙漠深处，1小时后将有意外收获。我操！你要引爆和平弹？不，我只是看看和平还能不能用，毕竟那么多年过去了，也没有进行维护。半个小时后，萨哈沙漠深处一枚和平轰然爆炸，形成了近5公里的蘑菇云。1个小时后，安东尼奥的电话再次打来。神哈，我该说你什么呢？其实没必要搞这么僵。我们的意思是，那就别他妈跟我扯淡。你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我手里的和平是否会卖。我相信很多国家也监测到了，他们会抱着钱上门找我的。记住一点，我不是主权国家，只是一个封批的雇佣兵。我的部队30分钟之内退出城市，接下来的空袭由你们负责完成。我们需要更稳固的友谊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进行一场共同对外的战争。我没法给你回复，不需要回复，2个小时之内完成。至于怎么解释，那是你的事。三金强势挂断电话，下令全面撤出城市，这让叛军们重新掌控城市。坦普将军开心不已，不会这么轻松的。神话很阴险，他没理由在即将打下城市之后选择撤离，还留下很多补给。麦威尔想不通，但第6感告诉他这里绝对不能再待了。另外一边，10多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贴着海面高速飞行。2小时之后，城市火光冲天，新的一轮空袭由霸国主导。消息传到国内，几个老总激动不已。指日可待，海外布局要成了。好是好，就是怕怕什么？我儿子可名垂千古，国内谁还敢动他不成？那他以后是要把这些移交给国家呢，还是采用另外的方式？打个比方，三金在非洲完成了各种准军事基地的搭建，拱手送给国家还是借给国家用？送来是一个说法，借用又是一个说法。吴老总皱起眉头，他一时间没想到这个问题。那么吴总，你希望三金选择第1种，还是选择第2种？站在国家层面，我希望是第1种，但第1种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事端。其实这2种的区别不太大，起码现在没人能动它了。蒙地兴安岭脚下的一个屯子，李红宇隐居于此。宝宝，电视里的就是你爸爸，他很厉害的，是国家的大英雄。电视里放着三金的身影，是上面送来的绝密隐名文件。火宇，秦王来了。秦王是谁？老秦家的长子长孙，你男人最厉害的徒弟。师娘，三金让你来的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进行到了哪一步了？